主任，确实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在没和你商量的前提下擅自做主，把那么大的秘密给泄露出去，脑袋里简直有屎。可是你态度未免太坚决了吧？这让我很伤心。再加上你跟我妈说，你根本就没有和我结婚的打算。确实没有啊。哦，好，你就不能说两句好话，哪怕别我一下？有好听的，我也想给你道歉。我说话太硬了，让你伤心了。其实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，你是真的为我付出了很多，不应该让你花心，那么不人道。我应该和你一起去面对和解决这件事情。还记得我和你说的，你要做美女的自觉，美女是不会犯错误的，全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替你着想，是我太幼稚了。你说谁还不生个气呀？那总不能因为一有分歧，我转头就走吧？你这么骄傲的女人，要不是因为爱我，怎么可能认识我妈呢？我保证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会丢下你一个人，绝对不会。但是我妈这事儿也得容我琢磨琢磨。给我1个月的时间行吗？就1个月。其实我是真的舍不得你，但一想到我们2个都不是你妈的对手，确实，
怎么办？或许我可以向一个人求教。电话呢？你是不是该换成我的频道？许妖精。他这个人做事情确实是剑走偏锋，可是这种坏蛋想出的主意，咱俩做得到吗？我觉着这事得找一个结过婚的，而且有那种难对付的婆婆的人。可是像我这种这么不传统的人，也想不到办法怎么对付你妈。不求教小曲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但愿他能有好主意。起床前来我家，有个问题需要求助，我想你应该有独特的思路。哇！我若是一大早发微信把我给吵醒了呢，我一看微信，原来是你找我个求助。天哪，这简直是太好的机会了！你居然会求助，你怎么了？说吧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找我呀？包大哥，麻烦你转过身去，然后用2个手堵住你的耳朵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，听到没有？说，是不是让我教你怎么勾引包大哥？你别闹了，快进来。你俩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天哪，这个沙发皱成这样，你们俩刚才在上面干了什么？老实交代。我们什么都没有干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手在干嘛呢？别闹了，是真的有事情要求教你啊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先坐下来再说。坐下来再说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他的妈妈人很强势，总是干涉我们之间的事情。但其实我们真的不想让他干涉过多，包子其实也没有办法对付，那就只好讨教你喽。原来你是这样的，包总。好吧，能扛包总的笑话，牺牲点睡眠，那也是值得的。怎么会对付不了呢？具体说明一下，我好对症下药。虽然啊，我没有对付婆婆的经验，但是对付爸妈，你们算是问对人了。你说，说吧。你说，说嘛，不要不好意思。我妈她听到了别人的谣言，到了上海大闹一通，惹得我们都很不高兴。我替安迪分辨了几句，她不但不听，反而责怪我受了安迪的迷惑，回到家不吃饭不睡觉，差点进了医院。然后呢？谈恋爱本来是我跟安迪2个人的事情，那我们2个人的意思，不希望解释那么清楚，以免留下后患。但是你心一软就什么都说了。明白了，包总啊，原来你是被你爸妈给欺负大的。爸妈呀，是这个地球上最不讲道理的生物，他们什么道理都不讲，就让我们服从他们，凭什么呀？对付这种人啊，只有一种办法最有用，那就是比他们还不讲道理。你妈对你1哭2闹3上吊，你直接跨过前2步，奔善道去，简洁又高效。你说吧，你想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我打算再待2天。我劝你啊，现在就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去。记住，先发制人，回去跟你妈说，由于她这么一折腾，你跟安迪分手了，你现在失恋了，痛苦难过，卧床不起。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我也不太方便再教唆你更多喽。可是我也觉得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。他妈妈可以一时不提，但是
她怀揣着这个心病，加上失眠生病，更加的萎靡下去，包子也不可能不管。No， 你们实在是太小看父母了。他们混了这么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呀？尤其是包总你的父母，他们俩可是白手起家到现在，这点小事他就承受不了了。不可能，你可千万别被你妈的哭戏给骗了。妈妈们演起哭戏来，那影后都演不过他们。他们俩就是贪心，就是想控制你。OK？ 还真有点道理。以我妈的性格，只要她不想闹，没人能闹得着她。没错，你妈这次完全就是跟你胡闹，她就是想让你顺服她。在这个时候啊，你可千万不能退让，只要你退一步，未来后患无穷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们俩就应该把规矩给立好，断了他们的念想，掐了他们的贪心，未来大家相处反而会相安无事哦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就是这句话，谁狠谁老大。包总啊，你开窍快，但是呢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并不代表你做得到。就像我们家樊大姐，人啊，有些时候啊，得下点决心，否则黏黏糊糊的，反而什么事都做不到哦。我能。干嘛呢？曲涛说的没错，我不能人财两空，失恋让人成长，我要成长。怎么了，樊姐？没什么，就是挺矛盾的。有时候吧，希望你快点懂事儿；有时候又觉得你不应该成长得这么快。但凡有人疼爱，谁能早早成熟啊？樊姐，我本来都打起精神来了，怎么被你说的我有点难受呢？打起精神来，樊姐是老了，伤春悲秋的，不像你们小姑娘，至少比我勇敢，对吧？喂，别说你呢啊，趁着年轻，赶紧谈恋爱，别等到老了，谈恋爱都没感觉了。加油！哎，闹！我一会儿还要上班去呢。电梯到了。来。怎么？听了我的建议走了？你怎么总是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呀？对，听你的意见，准备1哭2闹3上吊。安迪，我够朋友吧？刚才当着包总的面，我不方便说，我把赵医生扔家里，特意出来嘱咐你。其实啊，包总心里清楚得很，他无论怎么在他爸妈面前折腾，他都是他爸妈的亲生儿子。只要你心狠手辣，他就什么事儿都可以做得成。所以呢，你绝对不能心软。那边的父母不是你的亲爸亲妈，你不见他们的。家庭这种事儿吧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所以呀，你从一开始就绝对不能给他妈半点机会。OK？ 可是我在想，如果我真的没有打算要跟他结婚，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为我做那么多事情，甚至与他妈妈对抗？这样对他很不公平啊！哎，我是想让你心狠一点，坚决杜绝那边朝你伸手，你怎么反而还心软起来了呢？可是如果我这边平衡了，他跟他的家庭那边就平衡不了了。好了，谢谢你给了我那么多的建议，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不应该让他这么做。没事了，去陪你的赵医生吧。哎。奇怪，
有何吩咐啊？我已经到办公室了，你快到了吗？快到了。你放心，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进入到了备战状态，随时准备开始实施计划。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假装自杀了。我觉得这想法很幼稚，而且你妈那么精明，你要想骗过她，万一伤到自己怎么办？所以这个计划结束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你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我？不会因为我妈不讲道理，再轻易的跟我分手吧？不会。安妮，你愿意因为我放弃自己原本非常坚持的主张，是不是说明你爱我比之前多一点？我对我们的关系要更踏实一些。你不踏实吗？我活到现在有太多的理所当然，但你绝对不是。之前是我追着你的影子，你爱答不理，之后又因为我妈张口就跟我说分手。你以为我妈回家跟我说，你根本就没有跟我结婚的打算？作为一个男人，我不应该郁闷，我不应该沮丧吗？对不起。不，你不用说对不起。你现在能这么做，都是在为我考虑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妈，你交给我，我来约束她。我这种人，就算是真的自杀，只要是没断气儿，也无法取信于人，天生就没这气质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小曲倒是给了我思路，我会选择其他的途径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是这件事情既然对你这么重要，我必须做到。你也相信我，我真的不希望你做这件事情，而且我也不想牵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，你懂吗？我弄错了，你爱我不只是一点，是很多。主人，你绝对不会所托非人。莹莹，哎，我好像看见你的男朋友了。应勤在哪儿呢？我不知道是不是他，就在门口站着呢，傻乎乎的。哎，也是，他怎么可能来找我呢？哎，是他吗？他不会再来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分手了？为什么呀？我们彻底结束了，别再问了。喂，妈。你在哪儿呢？公司呢？你跟小薇相处的怎么样啊？我怎么听她说你什么老是加班啊？应勤。啊？最近新开个项目，确实挺忙的。那也不能忽略了人家小薇嘛。你说人家清清白白一个大姑娘，到上海来找你，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
跟你多接触接触，多增进了解嘛。我可是问过人家家了，对你那是相当的满意。我的意思啊，你要觉着合适呢，你们就定下来。你觉着他怎么样吗？我不知道。什么叫不知道啊？人家到上海来投奔你，就是看中你的意思，你可要对人家负责任。人家小薇大学毕业，学历条件各方面都很好，你和她又知根知底的。她不像大城市那些姑娘那么难伺候。咱们家可是规规矩矩的人家，你不能平白无故的耽误人家姑娘，知道吗？那行，我知道了，妈。我这还有工作呢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回去再跟你说。待会儿就做个青菜就成了啊！快点啊，我有点饿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跟安迪相处的怎么样啊？怎么出问题了？哎，好好的说句话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您就别问了。你知道我的脾气，我能不问吗？是不是他还在生我的气呀？您到上海去，怀疑他这个，怀疑他那个，他心里头能舒服吗？我就替您说了两句好话，我说我已经告诉您魏国强跟他的关系了，也说了您保证不再去叨扰他了。可是没想到效果更糟。哎呦，你替我说什么话呀？你之前的聪明劲儿都哪儿去了？我原来不是误会他了吗？哎呦，他心里对我有怨气也正常。但我不能由着别人说您不好吧？都快成一家人了，什么别人呢？那不是别人呐，那是我儿媳妇。行了吧？哎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安迪是从国外长大的，他受不了别人干涉他的生活，那总不能因为这个我让您受委屈吧？既然你们双方都不能调和，长痛不如短痛，那我还不如跟他分了呢。哎呦，你们年轻人怎么都这样啊？说分手就分手，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！你难得找到像安迪这样的人，她可不像外头那些妖艳的女孩子。行了，你以为我想跟安迪分手啊？哎，我去收拾两件衣服，这几天就在公司住。儿子，宝宝。以前对音乐的理解很肤浅，纠结在一个风格里，很快就难以为继。后来才发现，音乐根本没有模式，迷死人的旋律，爽死人的节奏，还有伟大而复杂的意义。这些当然都很重要，但它们并不是音乐的根本。好了，以后我们就是一个站好的兄弟了。
你可要把产品盯好，不要给我掉链子哦。放心，肯定没问题。我的资金压在了国内项目上，暂时动不了。垫付金额那边你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。OK，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以前对音乐的理解很肤浅，纠结在一个风格里，很快就难以为继。后来才发现，音乐根本没有模式，迷死人的旋律，爽死人的节奏，还有伟大而复杂的意义。这些当然都很重要，但它们并不是音乐的根本。音乐本身也是仪式的一部分，或者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标记，它可以是完全无意义的，又像是一阵风，你说不出它的存在有任何经济价值，可它那么好，像穿堂风吹过夏天的皮肤，凉丝丝的在心底。喂，赵工啊，不好意思，王总，这次你送的亚平呢，还是没能达标，看来我们这次合作不了了。包总呢，让我自己跟你打个招呼，说以后再有合适的机会呢，咱们再合作。啊，没事了，那替我谢谢包总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合作。好。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先听哪个？好消息，我和小曲的合约已经签订了，以后啊都有一定的工作量了。如果做得好的话，应该还会增加。坏消息呢？包总的要求比较高，利润又太薄了，我已经决定放弃跟他合作了。哎，不过你放心啊。我现在正在接洽一个大的客户，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倪总，他现在正在开发一个大型项目，说是要拉着我一起干。上下嘴皮子一动就是生意啊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签了合同叫生意，没签合同就叫忽悠。要我说呀，人家也是随口一提，未必真心想帮你。那也不一定。你说倪总跟我合作那么多年了，他现在有赚钱的生意，他想到我也很正常啊。他现在这个项目很大，啊，分我一点投资份额。你说以后的这个回报率，都是在5到10倍。小美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常规生意我还继续在做，倪总那儿我也跟投一些。运气好的话，别说首付，房子钱就直接出来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小美，你放心，我说过年内买房，我一定买房，你就放心好了。好吧，我是实在帮不上你。不用，你就安心等着好了。晚上想吃点什么呀？哎，我们家楼下开了一家比较好的日料，据说口味不错。咱们吃完饭一起看个电影。不了，送我回欢乐颂吧。我上次提议的那个顶级珠宝的下午茶会，我们领导很感兴趣，觉得不错。我想尽快的细化一下环节，再敲定一些不错的品牌，争取把这个 VIP 线下活动拿下。真的不看电影了？咱俩都好久没有约会了。没办法呀，新到一个公司，我肯定要好好表现呀。不过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有干劲儿了，好像找回了年轻时候的自己。看来你挺喜欢现在的工作啊。与其说是喜欢新工作，倒不如说是怀念曾经的自己。我家里条件你是知道的，刚工作的时候啊，比现在更难。那个时候，我一点都不觉得苦，每天都是干劲满满的，不在乎报酬，不计较得失。哪像现在呀，干什么都瞻前顾后的。哎呀，都说是越大越懂事，可是这几年我觉得，有的时候那股子锐气，远远比懂事更可贵。就像我们家小秋野，说卖咖啡就卖咖啡了，不是照样腾出一条路吗？我要是能像他那样啊，我说不定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，搞不好我已经买房子了。你说咱们这个儿子，
跟别的女孩子吧，都挺有招的，就是面对这个安迪，他怎么就傻掉了呢？那都不是为了维护你吗？我用他维护吗？我就是希望他能给我领回个媳妇。这安迪我是认定了，在国外名牌大学毕业，又有能力，以后包包接管了家业，他一定能帮上忙。还有他那个老爸魏国强，打住哈！以安迪他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啊，他肯定不愿意跟魏国强有什么来往。倒是你呀，你看这包包之前跟安迪在一块的时候，你就要他们2个分手。好了，现在都已经分手了，你到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？他们不是因为我才分手的吗？又不是他们俩没有感情了。我见包包啊，对安迪是认真的，我们得想想办法，把这个儿媳妇给我追回来。你就别再瞎折腾了，好不好？听我一句话啊，儿子的事儿你就别再插手了，别什么事儿你都想控制，好吗？啊，这大了，儿子都是大活人了，你管不了的。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能不管吗？我那咱们家儿子是这个性格小鲜肉，不是你能管得了的啊！好，那个陶行长今天到上海来，约了几个朋友跟他见面。你现在去上海，要叫司机，太危险了啊！不用了，我自个儿开去。啊！哎呦，多危险！叫上司机。谢谢你的关心。不像你的风格。我给你买早餐过来，顺便八卦一下，你跟包公子到底怎么样了？你猜？进来吧。所以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包总看上去挺厉害，原来又是个样子货呀。这样不行啊，他妈妈肯定还会去找你的。毕竟是他妈妈，他再狠能怎么样？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。我都跟包子分手了，他找我有什么意义啊？当然有意义啦。包总上次说误会已经解除了，只要包太太脑子没有失常，他就肯定推算得出找你是最佳的选择。再说了，包总一直是由他妈罩着的，他肯定看不了他儿子受失恋之苦。你还别不信啊，这方面我门儿清，从来都没有失算过。好，我就看你这个小妖精算得准不准。对了，八卦完了，我们说正经事儿。外贸这一块啊，我现在已经渐渐开始上手了，已经跟王百川签订了合同，长期合作的。这方面你要多多指点我哟。你跟王百川签什么合同？你们家本来就做建材生意的，你爸爸也有工厂，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的跟他合作？你忘了那回我们送樊姐老爸回老家那一次，就是王百川喝多了出来把酒抠掉，再回去接着喝的那次。我记得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像他这么拼命了。不过也是，他压力大。樊大姐跟他年事已高，买房结婚都靠他一个人。喂，你确定不是为了调戏樊小妹啊？我调戏他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吗？我当然可以把事情交给我爸爸集团的人去做，但是那帮大爷吃的多拉的少，干出来的活也不见得有王百川这种个体老板来的负责。不如拉他一把，互惠互利。小曲真这么说的？这家伙成长不少，
分包的好处就是责任层层分配，利益随责任分割，交给王百川，在管理上权责会比较清楚，比交给自己人更有效。你笑什么？我说错了啊，你没错。不过这事儿如果换成曲妖精的话，他肯定不止这一点考虑。做实业跟工厂接触的这一部分是最繁琐的一环。小曲从小在家里头耳濡目染，他当然知道分割一点小利益，让别人冲前头、吃拳头、拿零头的道理。再有，他这爸爸手底下不是没有人，但是未必会听他这小丫头片子的。与其花大力气去调遣那些养尊处优的旧臣子，还不如把生意分给像王百川这样的新人，既有效率又听话，还能培养自己的新势力，是这个理吧？ Oh my god！ 你们这几个真是家学渊源的狐狸精。这么看起来，我真的是跟数字打交道更有安全感。哎，我呀，真没他那么聪明。我做工厂搞研发，其实就是吃拳头拿零头的傻子。我还真想做出点成绩来，您可笨一点，我要脚踏实地，绝不做投机取巧的事儿。这有时候笨点儿比聪明要好，他踏实。你像曲妖精这种，虽然资质很好，但是他小心思太多，大智慧少，长此以往，他会吃亏。有道理，我会把你的话转给他的。不说了，我要到了。你尽管跟他说，良药苦口。还有，我很想你。所以你要时刻提醒自己，我已经跟你分手了。我知道。拜。拜拜。昨天你给我回的那条信息很有用，很有启发感。其实我最近在做一个尝试，每段时间跟不同风格的乐手合作，诠释各种我觉得有意思的主题，比如回老家吃到凉皮的快乐，又比如公车上两个乘客吵架，所有的一点一滴，我都放到音乐里去。这种音乐很有生活气息。最近音乐的风向有从上而下的变化，探讨心灵和虚无的变少了，探讨烟火气的作品变多。如果你有这种想法，更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，让在都市漂流的人不但感觉烟火气，也感觉到家乡和异乡不同的烟火气。这件事要抓紧啊！好，你们去忙吧。好，小关，小关。哎，王总。王总，您慢点儿。这是您要的文件，这是电脑包。王总，那您慢走啊。哎，小关，听说你在考 MBA？ 嗯，还在准备阶段呢，还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呢。我就是想再充实一下我自己。如果你想工作和学习两不误的话，你就要更加努力了。不要动不动思想分神开小差。对不起啊，王总，我以后会注意的，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谢谢您的提醒。走吧。那您慢走。下一个季度的预算出来了 ，PC 和手机业务会大幅削减。北京分公司想申请增加新的预算，被我驳回了，因为我认为在完成对红星的收购之前，不应该再批新的预算。
既然交给你了，你决定就行，不用向我汇报。谢谢。还有啊，这周要跟包氏开会，需不需要派别人去？不需要。这么专业啊？你不用勉强自己的。我跟包玉凡，我们和好了。这个茶真的很香啊。不怕他妈妈搅局了？嗯。小曲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，所以我现在跟包子在假装分手。想逼包太太就范，不过根据我对她的了解，有点困难。我知道，我自己愚蠢地选择了一条畏途，就像鸵鸟一样，情愿把头埋在沙子里。不去想未来会发生什么。看来你很爱他。不过老实说啊，这不是我熟悉的安迪的态度，有些……什么？不负责任？不过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角度来想，也能理解。以你现在的情况，要么自私，要么自残，两者必选其一，别无他路。所以作为朋友，我支持你自私一点。包太太，爱笑的眼睛，要哭过才更鲜活，更加有自信的闪烁，是真的我。爱闹的脾